弟妹，村长儿子那条件，咱村打着灯笼都难找。依然嫁过去就是享福，彩礼我都跟人家定死了，他那大学读了也白读，不如趁早嫁人。什么去享福？杨和，你分明是想要我家依然的彩礼，去给你家小磊娶媳妇，你们这是犯法！磨蹭个屁！村长家自行车就在村口等着呢，去晚了惹恼人家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不嫁，我要上大学，你放开我！啊，救我！依然可是你亲堂妹，村长的儿子天天喝酒鬼混，离了3次婚，比依然还要大10来岁，你这是要把他往火坑里推啊！什么火坑？你家杨洛从房顶摔下来砸到了头，能不能醒还不知道呢。村长愿意跟你家结亲，那是给你们脸，别不知好歹。头怎么这么疼？我不是在医院吗？这是30年前我家的土屋，我重生了。住手！杨洛，怎么办啊？他们要抢咱女儿换彩礼啊！胡说八道什么？嫁到村长家，不比读那破书有出息？再说了，杨洛从小吃我家的，喝我家的，我说话他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爸向来都听大伯的，这次他应该也会逼我嫁过去吧。我看谁敢动我女儿！杨洛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只要我杨洛还有一口气在，你们就别想碰我女儿一根手指头。想拿她换彩礼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好你个白眼狼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爸妈死得早，要不是我爸妈把你养大，你早饿死了。如今你竟敢忤逆我，真是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又是这套说辞。前世我就是被这恩情捆了一辈子，愚孝妥协，亲手把依然推进火坑，害他年纪轻轻就抑郁而终。浅云也因此心灰意冷，离开了这个家，从此杳无音信。最后我虽然赚了些家业，却也成了孤家寡人。重活一世，我绝不能再重蹈覆辙。当年我爸妈走后留下的5亩良田、3间房屋，还有家里的粮票积蓄，不全被大伯攥在了手里。真算起来，那些家产够养我10个来回了。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也值得你翻出来讲。再说了，当年你一个毛孩子哪能守得住那些东西？要不是我们帮你照看，早被外人抢光了。既然旧事不值得提，那现在呢？我这些年卖苦力赚的钱，哪次不是贴足给你们家了？杨和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我到底还欠你什么？让你连我女儿都要拉去抵债？都是一家人，你分那么清干嘛？一家人，我给你家修房顶摔了个头破血流，结果你趁我卧病在寒，要把我女儿嫁给一个离了3次婚的酒鬼，这就是你嘴里的一家人该干的事儿吗？我干什么了？人家村长家条件多好，离过婚又怎么了？总比跟着你们过穷日子强。强不强的不是由你说了算。我告诉你，想拿我女儿的幸福给你儿子换彩礼钱，门儿都没有。好，杨洛你有种，敢跟我叫板，小心我让你们一家子都没法在杨家头立足。咱们走着瞧。就这么走了，不会再回头找上门闹吧？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咱闺女。杨和在村里的势力盘根刺节，光硬行没用，得尽快搞钱搬出去，才能真正护住他们娘俩。看来我明天得进城找找门路了。王仲兴，你别以为锁里头当王八就能躲过去。我告诉你，你欠我们的原料钱拖3月了，今天再不露头，我们就闯进去搬设备抵账。柔兴化肥厂，前世就是这个月厂长王荣兴扛不住外债跑了。如果我能盘活这个厂子，就是翻身的机会。王总，原料供不上，半条生线都停了。门口供货商放话，再拿不到钱就搬设备。工人们3月没发工资，再拖就散伙了。我有什么辙？7万的外债，你让我上哪儿去还？王老板，我有办法解决你的债务，不过解决之后，我希望这个厂子能转到我的手里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王老板，我叫杨洛，怎么进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只有我能解决你的麻烦。你知道收购这厂子得多少钱吗？连外债带主账费一共9万，你能拿得出来？9万可以，不过我今天出门没带现钱，先给你打欠条，咱们签工厂转让意向协议。没钱你跑我这儿逗闷子来了？外边堵门要债的排着队呢，我可没时间陪你瞎耽误功夫，赶紧滚！兄弟，厂子现在火烧冒，没工夫开玩笑，你赶紧回吧。王老板，签了意向协议，我保证3天之内9万全款打到你账上。如果3天拿不出钱，协议作废，你半分损失没有。何不赌一把？这人说的也有点道理，反正我横竖不亏。行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钱如果不到位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没问题。我敬佩你的胆量，但也好奇，就这烂摊子你接过去后又能怎么盘活？我自有我的办法，
等着吧，我不光要让瑞瑞化肥厂从这次危机中活下去，还要让它成全县头1号的化肥厂。各位乡亲放心，瑞鑫化肥可以先拉到你们地里试用，等秋收粮食入仓再结货款，肥效比别家差1分钱不用掏。真有这好事儿？先给用后给钱？该不会是肥力不行，又说我们用了你东西，秋收后跟我们漫天要价吧？我是瑞晋化肥厂的新厂长，这肥的肥力我敢打包票，保准你们今年多收2成粮。要是没效果，我上门给你们赔偿所有损失，绝不含糊。行，就冲你这话，我先订2袋试试。如果真能多打粮，秋后钱1分不少给你送过去。给我来3袋，要是真有效，我帮你在村里吆喝。就凭这几纸协议和意向单，你想在我们银行贷10万？周经理，您可以算笔账，这些供货订单盯死了销路，秋收稳回款，化肥厂的设备、场地全压在这儿，复产就能出效益。这2样加起来10万块稳赚不赔。你这先试后付路子倒是新奇。行，10万我批了，期限半年，利息按正常规定走。多谢周经理。可算熬出头了，这欠条还你。多谢。杨老板，交接完毕，那我就走了，后会有期。杨老板，厂子交接完了，我打算去外地找营生，今天来跟您道个别。王师傅，先别走，我想正式聘请你当副厂长，全厂的生产人事全归你管，工资涨3成。我们厂子要想盘活，可缺不了你这个顶梁柱。您让我当副厂长，杨老板您信得过我？你懂技术，工人们也服你，我不信你信谁？还有件事，希望你能牵头落实。什么事儿？从今天起，车间改成计件发工资，多劳多得，尽快把大伙干字提起来。行，既然您信任我，那我就留下，现在就去安排复产，保证3天内全线转起来。杨总，你这先试后付法子真不错，农户用了都说好，钱全结清了，还介绍同乡来，半个月厂子开始盈利了。现在单日纯利润800，照这势头，厂子很快站稳脚跟，也是时候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了。你推这么大个箱子回来干啥？我看你洗全家衣服太辛苦了，就给你买了洗衣机。洗衣机？这么金贵的大件得花多少钱啊？我手洗惯了，用不上这个，你快去退了。妈，这也是爸的一片心意嘛。有了洗衣机以后，你就不用大冷天蹲溪边搓衣服了。依然说的是，这些年你跟着我也受了不少苦，洗衣机安心用，以后还会有更多大件，住更好的房子。依然也要去读大学，家里会全力托举。爸，我一定好好念书，毕业就挣钱，孝敬你和妈。好闺女，你有这个心就行。先带你妈进屋歇着吧，我去还推车。好。那是洗衣机？杨洛这穷光蛋，啥时候有钱买这大件了？杨和，你给我出来！嚎什么丧？衣服不洗了？洗什么洗？你看看人家杨洛咋就知道心疼媳妇儿，都能往家搬洗衣机了。再看看你，挣点钱全灌了猫尿，我跟着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不就是台破洗衣机吗？有什么好稀罕的？不稀罕你也给我搬一台回来呀！我天天搓衣服搓的手都烂了，你当好光顾自己，一点本事都没有。我没本事。行，老子这就去把他家那台洗衣机搬过来给你。我倒要看看他杨洛敢不敢说半个不字。你就吹吧，一台洗衣机好几百呢，杨洛能乖乖让你搬？别说洗衣机了，就是再来个电视机，老子也能给他搬走。他杨洛家就没我杨和拿不来的东西。走，给我搬去。这玩意儿看着还真实用，往后洗一家子衣裳可省大力气了。等爸回来，咱们洗第1桶衣裳试试。浅云啊，你家添新大件了，哥过来瞧瞧。还是全新的。浅云，你看你家就3口人，没几件衣裳放着也是浪费，不如先搬去我们家用。小磊眼看要说媳妇儿了，刚好能用上。不行，这是杨洛买给我的，我们自己还要用，不能给你们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就你们家这穷酸样，用这么金贵的东西简直浪费。就是，小磊结婚还得添大件，搬我们那边才叫物尽其用。闪开！杨洛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的，你敢拦我？不许搬，这是我家的东西，你放开！
别跟他们废话，赶紧搬走。妈，怎么办啊？就让他们这么把洗衣机抢走了。等你爸回来再说。怎么了？好好的哭什么？你刚给我买的洗衣机被你堂哥他们抢走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他怎么搬走的，我就让他怎么原封不动的给我送回来。爸，还是你厉害，有这台洗衣机撑场面，没把早准能给我说个标致媳妇儿。哼，那还用你说？他露露的东西就没有你爹我不能拿的，他就算不服也得给我憋着。杨老，你疯了！敢踹我家大门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把我家的洗衣机原封不动的搬回去。什么你家我家的，都是一家人。我拿你台洗衣机怎么了？当哥的用你件家电，你至于找上门来撒野？一家人？你们抢东西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是一家人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洗衣机要是不还，那咱们就彻底分家。你疯了？敢跟我提分家？我没疯，家里的田地、老宅、祖上留下的家产，还有这些年你占我家的便宜，全部分清算明。从今往后两家各过各的，家产债务互不干涉。当年二叔留下不少田地家产，真要分家清算，那我得的好处岂不是要吐出一大半？不行，现在的家产都是我爹娘留给我的，轮不到你来分。这老宅也有我爹的一半，分不分可不是由你说了算，你不认也没关系。等到把族老全请来，咱们当着全村长辈的面，一条条算清楚。我给你半天时间考虑，要么把洗衣机送回来，要么等着族老上门分家，你自己选。行，分就分，看老子到时候怎么给你下绊子。二爷爷，不是说通知村长了吗？这都半晌了，怎么还没见人？没村长在场，分家的事能作数？杨家分家是族内事，我们几个老骨头还做得了主，不用等了，现在就开始。行，那我就先把话说清楚。当年我二叔二婶走的早，是我爹娘把杨洛拉扯大的，还有杨洛娶媳妇拿不出彩礼，可是我咬牙掏出了200块钱。就是，要是没有我早饿死了。现在翅膀硬了，想分家，那就先把这笔账算清楚。这话也没错，杨和家对杨洛确实有恩。哎，从小吃人家的住人家的，现在竟然嚷嚷要分家，这不是忘本吗？10年的养育之恩，换来我给你家当牛做马20年，这笔账早该还清了。如今我不求别的，只想要回我爹娘留下的遗产。什么你爹娘的遗产？那都是我们家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有我在，你半分家产都别想拿走。不给我分家产也行，算你识相。不过分家讲究权责对等，分多少家产就得担多少债务。既然家产大头你拿了，那家里欠下的债，大头也该由你来扛吧。债务？什么债务？我怎么不知道家里啥时候有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别想讹我。之前是没债，但我家突然添了台洗衣机，你就不好奇我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前几天我为了买那台洗衣机，去工地打工，失手把砖头砸在了瑞金化肥厂老板的大奔上，连修车带赔偿，一共9万块。9万！我的个乖乖，这打一辈子工都不一定能还上啊！怪不得急着分家，原来是背了巨债啊！这可咋整啊？你个丧门星，真欠了王向群9万块啊！9万？这跟我们家可没关系，你自己闯的祸自己担着，别想赖上我们。对，这都是你自己惹的事儿，跟我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别想让我们替你背烂账。怎么跟你们没关系？那台洗衣机现在可还摆在你家堂屋里，我欠债买的东西，你们占着用，却让我一个人还钱，天底下可没这种好事儿。一台破洗衣机值几个钱？谁稀罕你的？我们只是堂兄弟，又不是你亲爸妈，凭啥替你扛债？好什么？你们既想要家产的大头，又想把债务全留给杨洛，这可不行。你们要么把田地房产分给杨洛，要么帮杨洛承担部分债务，自己选吧。你们让我想想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各退一步，你把村西边那块荒废的洼地给我，再把洗衣机还给我，我们两清，这笔债跟你们家也一刀两断，怎么样？杨洛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？那个洼地都荒了多少年了，烂泥杂草堆得跟臭水沟似的，他要来干什么？难道那里边有什么宝贝？怎么连块破洼地和一台洗衣机都舍不得？那也行，正好等债主上门，你帮我分担点，我也不算亏。我呸！想让老子帮你还债，做梦！不就是块破地吗？给你就是。那可不是破地，而是能让瑞润化肥厂成为县城头1号化肥厂的宝地。行，
你俩商量好了就来签字画押。慢着！是村长的声音。不好，王长兴肯定找到咱们村了，所以托村长来逼我还钱。哥，咱俩毕竟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真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你说啥？要债的这么快就找来了？咱说好了的，分了家我可不用帮你还债。签完了，快让他也签，就按说好的来，压地和洗衣机归他，债务跟我没半毛钱关系。今日杨家分家，立字据为证，村西洼地和洗衣机1台归杨洛所有，自此两家财产债务各不相干。行了，往后你那9万烂债自己慢慢还，少往我身上沾。就是讨饭也别讨到我家门口来。放心，大路朝天，咱们各走一边。杨洛，村长，早前约好了来见证分家，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到？别提了，我今早跑了趟县城，想去瑞鑫化肥厂给我家小子谋个轻松点的差事，谁成想王瑞鑫把厂子给卖了，害我白跑一趟。啥？你不是王水星找来要债的？不对啊，他一个开着大奔的人，咋还能把厂子给卖了？大奔？王水星哪来的大奔？我去厂里都打听清楚了，他欠了一屁股外债，把厂子卖了9万块才凑够钱还债，都比脸都干净，哪有钱买大奔？杨洛，你不是说砸了王瑞军的大碑，所以才欠了他9万块吗？等等，你欠王瑞军9万，王瑞军的厂子也卖了9万，那个花9万块盘下瑞鑫化肥厂的新厂长，不会就是你吧？啥？化肥厂厂长？就杨洛，他家穷的叮当响，过年都割不起2斤肉，他能有钱盘下化肥厂？杨洛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咱们回家再说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去厂里打听的时候，工人们亲口说新厂长就叫杨洛，我当时还寻思是重名，没想到真的是他。当家的，这可咋办？咱们先前抢他洗衣机，还压榨他这么多年，他现在当了厂长，不会记仇针对咱们吧？慌个屁！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他亲堂哥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。好了，分家字据已立，两家财产债务各不相干，都散了吧。我好歹是杨洛堂哥，有以前的恩情在，就算他成了厂长，还能不给我面子？咱们说不定还能借着这个机会跟村长搭上线。以后村里有啥好处，肯定少不了咱。村长，留步留步！村长，你不是想安排大侄子进化肥厂找个轻松差事吗？这事儿包我身上了，只要我开口，杨洛没有不答应的。杨和，你们刚分家闹得那么僵，他真能听你的？嗨，那都是闹点小别扭，关上门还是一家人。他杨洛就算有再大的本事，见了我也得喊声哥呀。不过村长，这往后村里有啥工程福利的，还麻烦你多照账呀。我家那小子30几了，成天吊儿郎当，没个正营业，去说亲都没人看得上。如果真能进化肥厂谋个稳当差事，也算一个长处。只要我家小子真能进厂，村里以后有啥好事儿，咱们都好商量。杨洛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真盘下了荣誉化肥厂，我到现在都觉得像在做梦一样。爸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之前半个月你天天早出晚归，我还以为你是去工地打零工呢。我也是才把厂子盘下来，这些年让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，往后有我在，再也没人敢骑到咱们头上。前阵子咱还是村里最穷的，我都怕日子熬不出头了。没想到现在咱家竟然有了一个厂子。这化肥厂子刚复产半个多月，等过段日子稳住了，我就接你们去县城住，咱们租个带小院的房子，以后再也不用在村里受嫌弃。去县城是好事儿，可杨和那家人什么德行你也知道，咱们在村里待着的这段时间，他指不定还会憋着什么坏呢。杨洛，在家不？哥拎了点东西过来看看你跟弟妹。他还真是经不住念叨，准是知道你当了厂长，过来攀关系要好处，没安好心。没事儿，开门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想唱哪出。
杨洛，弟妹，哥今天特意过来赔个不是，之前都是哥一时糊涂，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得不痛快。咱们都是兄弟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有事就直说，不用绕这些弯子。那哥就直说，你看小磊也老大不小了，成天在外晃荡，没个正经营业。你现在当了厂长，要不就让他进厂跟着你干，日后也好说个现成媳妇儿，你看咋样？厂里招什么人都有规定，想干就去厂门口报名应聘，不用找我走门路。嗨，干什么岗位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儿，你直接给他安排个车间主任当当，咱们自家人管生产，你用着也放心啊。不行，管理层要懂生产，能镇得住人。杨小磊连氮肥肥都分不清，人家工人凭什么服他？让他上位只会坏了厂里规矩，寒了老员工的心。杨洛，你少拿规矩压我，没有我爹娘你早饿死了。现在当了个破厂长，给你亲侄子安排个差事都推三阻四，你这不叫讲规矩，叫忘恩负义。我对事不对人，你要真想让杨小泽进化肥厂，就让他老老实实去厂门口报名应聘普工，条件满足自然能留下。你想让我儿子去干最苦最累的普工，亏你说得出口。既然说不通，那大哥就请回吧。现在还不能跟他撕破脸，答应村长的事还没办成呢。行，我儿子的事咱先不说，那村长家儿子你总得给个面子吧？就在后勤处给人家找个闲岗，卖村长个人情，这对我们杨家人都有好处。不行，厂里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活要干，厂子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只会喝酒混日子。不管是谁家亲戚，想进厂就走正规招聘，在我这儿谁的面子都不好使。好你个杨洛，当了几天厂长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我告诉你，做人太狂可没好处，咱们走着瞧。这下把大哥彻底得罪死了，他跟村长走得近，回头会不会暗地里给咱们使绊子？他也就这点上蹿下鸟的本事，蹦得越欢，越说明他没辙。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，不用怕他。瞧你这脸色，在杨洛那儿碰钉子了吧？差事没说成？何止没说成，我这张脸都被他踩地上了。好话我说了一箩咔倒好，张口就是厂里不养闲人，还说你家小子就是个混吃等死的货色，根本不配进他的厂。什么？他真敢说这话？那还能有假？他还放话，就算村长亲自去，也照样不好使。才当个破厂长几天啊，尾巴都翘上天了。我早料到杨漏骨头硬，但是没想到他这么不识抬举。村长，分家的时候他放着大半家产不要，死咬着村西那块荒一地不放。我琢磨一路了，他肯定是想把一地整出来挖鱼塘，赶着秋收捞1-5块钱。挖鱼塘那块地烂泥荒了10几年，臭水都积半坑了，他能折腾出啥名堂？有咱们在，我看他什么名堂都折腾不起来。他不是想养鱼吗？咱就把自家粪水全倒进去，到时候直接把他那点小算盘给砸得稀碎。倒是个主意，但光咱2家倒粪水恐怕还不够，咱要弄就弄大的，把全村的生活污水、茅厕粪水全往那儿排。明天我就开全村大会，就说要集资修村里的排污渠，对外就说排污口通村外河道，暗地里全引到这块洼地里。高，这招实在是高。到时候您宣布完，我头一个响应，用不了10天半个月，那块地直接变成了臭坟池。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别想从臭水里捞出半毛钱。敢跟咱们对着干，我倒要让他瞧瞧，在杨家境这地界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这又是要干啥？该不会又想集资修东西吧？那还用说，估计这回又得扒咱一层皮。静一静，村委会决定集资修缮全村排污系统，以后各家脏水、茅厕、粪水顺着渠就排出去了，再也不用天天挑粪桶倒脏水，院里干净，夏天也不招苍蝇蚊子。村长，别光说好听的，这集资咋算？按人头摊，1人5块，钱全用在挖渠铺管子上，账目全公开，1分1毛都摆到明面上，大伙随时能查。5块一个人，我家6口人一下就得30，这都够买大半袋尿素了。我家小孩才刚出生几个月，也要掏这5块钱。前2年修基径的集资款到现在也没见个明白账，这回谁知道钱最后落谁兜里？我交，我家3口人15块，1分不少。我说你们也算算这笔账，修好了排污渠，夏天不臭，雨天不涝，是造福全村的好事儿。村长费心费力为咱们着想，咱们还能拖后腿？我第一个支持。就是这点钱算啥？日子过舒服了，比啥都强。就怕有些人啊，赚了大钱就忘了本，连村里的死活都不管了。杨洛，你现在可是瑞兴化肥厂的大厂长，身家好几万呢。这种造福乡里的好事儿，不得给全村人做个表率？总不能赚了大钱就忘了杨家屋的父老乡亲吧？对呀，杨洛现在当厂长了，有的是钱，修排污是全村的好事儿，他该多捐点儿。就是人家外边当老板的还回村修路建学校呢，他捐个180的，不就是9牛1毛？杨洛，
我看你这回怎么躲。不对劲，前世村里根本没修过什么排污系统，怎么这一世村长突然张罗着要干这事儿了？不过现在我被架在这儿，想开口发表意见都难。我家3口人，15块，你点清楚。本来以为杨洛还会争辩推脱几下，没想到这么干脆。就交15啊？你现在都是大厂长了，就掏这点钱，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，也不给全村人做个表率？村里定的规矩按人头交，我按规矩来没毛病。真要论做表率，你是杨家长房，又是村长的老熟人，该你先多捐几10块，给大伙打个样才是。你厂里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太反常了，早不修晚不修，偏偏我刚分了洼地就修排污，但愿是我多想。村长，路线我们都量完了，主管道顺着村西头挖，直通外头河沟，材料一到3天就能动工。原定的路线改了，主管道别通河沟，往这边拐，所有污水全引到这块洼地里。村长，这哪行啊？洼地里水不流通，天一热不得臭了。这是给兄弟们的辛苦费，买烟买酒都算我的。这事儿你知我知，对外就说管道通去村河沟了，那洼地荒了10几年，平时连个人影都没有，排那儿还能护着河沟不被污染。行，村长都这么说了，我们照办，保证管子埋得严严实实，外人半点破绽都看不出来。杨璐，等满坑粪水臭水灌进去，我看你还怎么折腾。杨老板，大喜！邻镇5个村的代销点谈下来大半，昨天1天就签了3家庄户的长期供货协议。用过咱们肥料的农话都怎么说？农户用了都说肥力足，回头客一波接一波。这礼拜纯利比上周又翻了2成，照这势头，下个月就能把周边3个镇全铺下来。别光追速度，肥效必须把死关。车间每一批货都要抽检，配料比例半分不能差。咱们靠口碑起的家，绝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。你放心，我天天盯在车间，配料封装全盯死，半点不含糊。临镇代销点选踏实靠谱的农户，给1成提成，让他们帮着吆喝，比咱们自己跑效率高。等销路稳了，再往县城周边铺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之前瑞鑫化肥厂面临倒闭，就是因为利润都被中间商给占了，导致厂子入不敷出。现在直接跳过中间商卖给农户，势头虽好，但动了中间商的蛋糕，恐怕迟早要找上门，得提前做2手准备。说，这半个月销量掉了4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赵总，我打听清楚了，是瑞金化肥厂搞的鬼，他们弄了个先试后付，拉着货直接下乡卖给农户，价比咱们低，还能秋后结账。周边村子的人全跑去买他家的了。穗金化肥厂就是以前王穗兴管的那个厂子啊？是，新厂长叫杨洛，不知道从哪儿摸的路子，直接绕开咱们对接的农户，把咱们下面10几个代销点都冲垮了。哼，刚入行就敢坏规矩，真当县城这地界没人能治他了？赵总，那咱们咋办？再这么下去，下个月销量恐怕还得跌。急什么？他敢抢市场，我就有法子让他的化肥全烂在库里。我倒要看看是他骨头硬，还是我手段硬。赵总，人都齐了，麦苗和袋子全备妥了，跟真烧苗的一模一样，绝对看不出破绽。都听清楚了，分头扎进周边12个村子，装成隔壁村农户，逢人就说自家地撒了瑞星化肥，质量不行，麦苗全被烧黄了。谁能把事儿闹得最大，回来另有重赏。赵总，您放心，就凭我们哥几个的嘴皮子，保管不出3天，10里8乡没人再敢碰他穗英半袋化肥。杨洛，跟我抢生意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妹子好眼光，这布结实耐洗，给孩子做衣裳最合适，扯几尺？哟，当家的当了厂长就是不一样，都舍得扯新布了，就是不知道这钱干不干净。卖假化肥坑老百姓的血汗钱，花着也不怕夜里做噩梦。王婶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家化肥都是正经原料生产的，怎么就成假的了？哼，还在这儿装呢！周边10几个村子都传开了，用了瑞星化肥的麦苗全黄了。你就是瑞星化肥厂厂长媳妇，正好我前几天订了5袋瑞星化肥，我要退单，对，退钱。要是耽误了我家麦子收成，我们就堵到厂门口找你们算账。各位乡亲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我们厂子的化肥都是经过检验合格的。跟他一个女人家说没用，走，咱们直接去瑞星化肥厂，让他们退钱。不扯好了，就你之前念叨的那款，
厚实耐洗，回头给你裁件新衬衣，正好开学穿。妈，你眼睛怎么红成这样？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最近外头全传开了，说咱们厂的化肥造假，撒到地里麦苗都烧黄了。妈，你别急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造谣。咱们厂的化肥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在集市上，好多人围着我骂，喊着要退单，还要找你算账。你快想想办法，再这么传下去，都没人买咱们的化肥了。别慌，你们在家安心待着，我现在去厂里解决这事儿。黄副厂长，我们要退单，这假化肥我们可不敢要，耽误了一季收成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乡亲们再稍等片刻，我们杨厂长马上就到，这事儿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。我来了。杨总，你可来了！这2天退单的农户快把厂门踏穿了，下面乡镇的5家代销点也全都叫停了合作。你就是厂长，我们要退单，这化肥我们不敢用。2位乡亲稍安勿躁，真要是我厂化肥出了问题，所有损失我全额赔付，半分不会少。但眼下传言真假未定，咱们总得拿出真凭实据来说事儿吧？那你说咋办？总不能让我们拿着有问题的化肥硬往地里撒，赌这1年的收成吧？那当然不行。要不这样，明天上午乡镇中心大集最热闹的地方，我当着所有乡亲的面揭露真相。2位要是信得过，就先回去等消息，成吗？行，明天我们一准去看。你要是敢糊弄人，我们就喊上周边10几个村的人堵你厂门口要说法。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是县城最大的批发商赵天虎派人到处造谣，还拿农肥烧黄的麦苗当证据，就是想把咱们的名声搞臭，把市场抢回去。和我想的一样，果然是有人背后搞鬼。你现在去准备2批苗，一批是用了咱们化肥的苗，另一批是用了赵天虎同价位化肥的苗，别声张，悄悄收。杨总，你这是要是好是坏，让麦苗自己说话。赵天虎这次的造谣，只要处理得当，说不定能给咱们厂免费做一次广告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赵天虎，这笔账，咱们也该好好算算。各位乡亲，最近瑞金化肥烧苗的传言，大家都听了不少。今天我不说空话，就用麦苗澄清。左边是瑞星正品肥育的苗，右边是市面上同价位别家化肥育的苗，好坏大家亲眼瞧。这一株是瑞星正品肥育的苗，叶片浓绿厚实，麦秆挺拔粗壮，根须雪白茂密。这一株是市面上同价位别家化肥育的苗，叶片发黄打卷，杆子细弱发蔫，根须素疏发黄。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，根白苗壮才是正经好肥该有的样子。坏了！我听了谣言，刚退了水星，定了别家的，这下可咋办？闹了半天说水星烧苗全是瞎传啊，这不是坑咱们吗？说的好听，你说这苗用了你家的化肥就是啊？你有证据吗？就是，我家3亩地就用的瑞化肥，撒下去半个月，苗全黄了。你们拿试验田的好苗出来糊弄人，当咱们老百姓好骗是吧？跟他废什么话？这就是个卖假肥的骗子，砸了他的摊子。让他退钱赔咱们损失！你们敢说我家化肥烧苗？你家在哪村哪户？地在哪块？肥是在哪儿买的？收据拿出来我看看。你管我哪村的？反正你的肥就是不行。是不是真的当场就能验？这里有未拆封的瑞新肥，咱们当场撒肥做标记，7天之后一起去验苗。要是我家肥不行，我10倍赔你收成。要是有人故意造谣搅局，那咱们就去工商所说道说道，看看是谁在背后坑害老百姓。谁有空等你们7天？你们卖假货还不认账，看我不掀了你们的摊子！怎么，这是恼羞成怒想掀桌子？行，你们不是不服吗？那就把证人请上来。我张老根拿30亩地担保，瑞星肥绝对是好肥。你算哪根葱？怕不是收了瑞星好处，专程来当托的吧？放你娘的屁！我东王村张老根，10里8乡谁不认得？你是外乡人吧？竟然连张老根都不认识，他种了一辈子的地，从不说瞎话。我家30亩麦子用的就是瑞星肥，现在麦秆齐腰，叶色黑绿，根扎的比往年深半指。不信的，现在就能跟我去地里，咱们扒土验根。如果有黄苗，我赔你全年收成。哎，我认得他，前几天就是他蹲我们李家村西头田埂上，逢人就操黄麦苗，说瑞星化肥烧苗。
合着你们是一伙的，故意来造谣坑人。还有你，前天你窜去我们王家屯，也是拿一把黄苗到处瞎嚷嚷。我说怎么看着眼熟，原来全是一路货色。胡说！你们认错人了，谁闲得跑你们村造谣？是不是造谣？你们说了不算，警察说了才算。走！杨总，就这样让他们跑了？当然不能，我已经报过警了。他们逃得了和尚，逃不了庙。杨厂长，给我订5袋瑞心肥。之前是我糊涂，信了谣言，我要3袋，明天能送村里不？杨厂长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您大人有大量。咱们接着供货行不行？价钱全按之前的来。这会儿咱们瑞金的名声是彻底打响了，加把劲儿，趁着这一东风，把咱们营业额再翻1倍。好嘞，杨总。赵总，我们没办成。什么？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？都怪那杨洛早有防备。当场摆了麦苗对比，还找了东洼村的老人作证，周边10几个村的人都认出我们是去造谣的，围着我们骂，差点把我们扭去派出所。这次不光谣言没成功，反倒还帮瑞星化肥厂做了宣传。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化肥好。废物，一群没用的废物！赵天虎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你店里的人涉嫌散播虚假信息、寻衅滋事，恶意损害商业信誉。这3个人我们要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。警官同志，我这几个伙计平日里都老实本分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是不是误会？调查后自有结论。你是这家农资店的负责人，后续我们还需要你配合问询，随时等候传唤。带走。好你个杨洛，这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了。赵总，这事有点棘手，那杨洛明显是有备而来。怕什么？我在这一行混了10几年，还能输给一个刚入行的新手？传我的话，从今天起，咱们所有化肥降价5块，哪怕赔本卖，也要把客户全抢回来。赵总，降5块，那咱们每袋都得亏1块钱，卖的越多，亏的越多啊！亏点钱算什么？杨洛刚接手厂子，底子薄，咱们把客户全抢走。他的货堆在厂里卖不动，自然就垮了。等把他挤走，亏的钱咱们早晚能加倍赚回来。明白了，我这就通知歌乡镇代销点，今天就把价降下去。杨洛，你敢断我臂膀，我必毁掉你整个工厂。杨总，销量崩了，就2天功夫跌了60%多，乡镇代销点大半停了咱们的货，农户全跑去买别家的了。赵天虎动手了？没错。他的化肥价格全线下调，比咱们出厂价还低2块，逼得咱们的货直接压库里动不了了。他毕竟在这行做了10几年，硬打价格战，咱们只会被拖垮。那咋办？刚打开的销路总不能就这么断了。厂子刚稳住，可经不起这么折腾。咱们换条路走，不跟他拼普通肥。我在村里有块洼地，现在也该派上用场了。洼地？这跟卖化肥有啥关系？我研究过有机找肥技术，正好用那块地建赵羲之生产有机化肥。咱们这儿的土地普遍板结严重，有机化肥还能养地松土，根本不用跟他拼低价。有机找肥还能松土养地，那咱们一下子就能和他拉开差距。只要农户亲眼看见效果，就算贵上几块钱，大家也会抢着买。走，喊上2个懂基建的工人，去洼地现场勘量，定势退值和厂房的位置。杨老板，正常来说，1块洼地建成气圮值，差不多得2个月的时间。2个月？杨总，咱们厂子还能撑2个月吗？不碍事儿，厂子能撑到首批值建成，这段时间先通知工人减产，等待的这段时间正好让赵天虎多亏点钱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儿？嗨，估计是田埂边上哪户凹粪肥呢吧？农村地里常有的事儿。不对劲儿，普通沤肥不可能扩散这么远，走半里地还呛得人头晕。可不是嘛，比村东头老茅房味儿还大。前头到底啥东西啊？我的个娘哎！前阵子来还是一片荒草，这怎么变成大粪石子了？这摆明了是冲着咱们来的，好好一块荒地给糟蹋成臭水清，也太缺德了。肯定是村长和我堂哥杨和干的。前阵子村里突然张罗着修排污系统，杨和向来一毛不拔，结果那时候反倒第一个跳出来捧场。
我当时就觉着不对劲儿，合着他们早就憋着坏呢。不行，我这就找他们理论去，凭什么把全村的污水、粪水排你的地里？必须让他们出钱清干净，再赔你的损失。不急，杨总，都这时候了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地都毁成这样了，咱们肉锡值还怎么建啊？你管了这么久生产，建大型沼气值，头一件最头疼的事儿是什么？清淤整涂，再四处收原料呗。对呀，咱们本来得雇人挨村收粪拉秸秆，光运费、人工费就得一大笔。现在不仅全村的粪污都聚在这儿，而且还是现成的高浓度底料，碳氮比都不用怎么调。不只省原料钱，咱们只做发酵池，工序还比正经胀气值少一半。杨老板，建成发酵池的话，现成的坑塘不用大规模开挖，做个房舍，搭个密封棚就能用，土方活少一半，工期至少能快10天。我的天！也就是说，他俩费尽心机使坏，反倒是把咱们最头疼的事儿给解决了。明天一早带齐工具进场，先测水深，整围堤，按原方案改发酵池。施工时多盯着点四周，他俩要是知道咱们改做发酵池，铁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对外统一口径，就只说我要清一。大晌午的也不歇会儿，你们这又是垒洋又是搭架子的，这块洼地打算整啥呀？没整啥，老板让我们清淤整眼，把塘边收拾规整。是该清清，毕竟这味儿确实臭。村长，我刚去洼地那边筹过了，杨洛正找人清淤整埂呢。我看啊，他还是想清淤建鱼塘。都成一坑粪水了，他还想挖鱼塘？那不然他清淤做什么？一块荒了10多年的洼地又没别的用处，而且啊，他估计已经猜到那污水是咱们排的，但连找都没找来，摆明了性子软，不敢得罪您这个村长。年轻人就是骨头软，折腾不出什么水花。杨村长在家呢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们村见你们修了排污系统，村里干净方便不少，就想搭根支管把我们村的污水也引过来，集资款我们多出点，你看行不？这有啥不行的？都是邻村互相帮衬，这事儿我应了。杨村长心善，既然说定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可是送上门的好事啊！反正都排洼地里，多一个村的污水，不仅能白落一笔钱，还能让杨洛那鱼塘彻底建不成。邻村那根支管今天一接牢，2个村子的污水粪水就全往这洼子里灌。照这个涨路，撑不过2天，整个坑底就得泡得透透的。他杨路费老大劲儿清淤挖塘，不就想搞养鱼吗？等他发现这粪水怎么都清不完，白搭进去一大笔钱，咱们就能看好戏了。杨老板，有点不对劲儿，我今早测了水位，比之前预估的排污量多了1倍，涨得太快了。我顺着坡侧绕了一圈，发现多了根新接的排污管，看着是从邻村方向接过来的。邻村？对，应该是偷偷搭了支管，把他们村的污水也引过来了。那对咱们的产能有没有影响？原先的粪污只够撑起小半产能，想满产还得跑周边养殖场收原料。现在加上邻村的量刚好饱和，咱们收料的人工、运费都是省下来了。合着这还是个好事儿啊！那你今天就联系菌种厂，把厌氧菌种提前敲定备好，等池体防渗工程一收尾，立刻投料发酵。咱们争取月底前就产出第一批成品肥。是。赵总，都摸清楚了，瑞鑫化肥厂已经停了半条生产线，看样子是真扛不住价格战，开始减产了。我当他有多硬的骨头呢？结果这就撑不住了。既然他撑不住，那咱们就送他最后一程，通知所有原料供应商立刻终止和瑞星的所有供货合同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等我断了你的原料，看你这厂子还怎么开下去。杨总，刚收到消息，县里3家原料供应商先后通知要终止和咱们的供货合同，剩下几家小厂也烧了话，暂时没法继续供货了。意料之中，赵天虎在本地经营这么久，原料渠道本来就是他的底牌。库里现存原料还能撑多久？满负荷生产的话，最多3天，减半开线能撑1周。我联系过邻市几家供应商，要么说库存紧张，要么婉拒了订单，应该都是受了赵天虎的施压。
不用再找了，从今天起，停掉全部普通肥生产线。全停？那手上的代发订单和厂里的工人怎么安排？工人带薪带岗，轮岗过来维护设备就行。现有库存按订单正常发出，发完之后对外统一说缺货，不用解释原因，也不用提原料的事儿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外面的传言肯定会更凶，免不了要说咱们撑不住了，经销商那边也容易动摇。传言越凶越好，咱们本来就要往有机肥方向转。赵天虎想靠断供逼咱们认输，咱们正好顺着他的意，儿戏做足。行，我这就去落实。赵总，瑞星那边真停线了，整条普通肥站全关了，车间也锁了门，工人都在轮着放假，说是没原料开不了工。我当他杨洛有多大能耐，原来也就这点本事。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说瑞星资金链出了问题，马上就要倒闭，不少下游经销商都来问咱们这边什么时候补新货。既然他扛不住，那这亏本的价格战也该停了。从明天起，咱们的肥料逐步涨价，先涨1成，后面慢慢再加。我把之前亏进去的钱都赚回来。赵总，现在就涨价会不会太急？万一杨洛还有别的办法？办法？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没了原料，他不出半个月就得把厂子低价盘给我，到时候全县农资市场就都是咱们的，价格高低由咱们说了算。赵总高明，我这就去通知经销商调价。我赵天虎的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杨总，洼地工程已经收尾，发酵池主体验收过关，密封棚今早同步封顶，第一批沼肥已经试产出料。沼肥的数据怎么样？肥力比普通氮肥高2成，有机质达标，松土保耗效果比预想的还好。很好，通知下去，明天生产线全开，各村代销点同步铺货，前期不用声张，静悄悄的铺货进场。等赵天虎反应过来，咱们估计已经把市场占下半截了。明白，我连夜盯着装车，天一亮就往各村送，保证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憋了半个月，终于可以回击了。赵总，瑞星全线停产快10天，外面都传他们资金链断了要倒闭，咱们涨完价，利润直接翻了3成，再熬半个月，全县农资市场就全是咱们的了。杨六还是太嫩，敢绕开中间商抢生意，就得有被掐住命脉的觉悟。赵总，南边几个乡镇今天补货量少了点，店家说库存还有富裕。正常，刚涨完价，店家都在观望，等库里货卖空了，自然会哭着来买货。这点小事不用往上报。你看着吧，不出3天，他们就得主动上门加钱提货，市场攥在我手里，他们翻不起什么浪花。赵总，全崩了！慌什么？什么崩了？销量崩了，全县各村的代销点全倒戈了。瑞英根本没倒闭，他们生产了新的肥料，据说肥力比咱们的高多了，农户们都抢着买，咱的货一上午连半袋都卖出去。不可能，原料全都被我封死了，他拿什么生产的新化肥？他们做的是沼肥，肥力高还便宜。好多店家都跟他们签了长期合同，咱们的人去问，人家直接说不卖咱们的货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大伙儿都求仔细了，这是腐熟好的栽肥，不烧根不呛苗，撒地里，不光今年苗落壮，还能慢慢泡松板结的硬地，越种地力越足。没有原料也能产出化肥，还把10里8乡的人都勾过去了，这姓杨的还真有2把刷子。你去咱们的农资店，所有的化肥全部打7折。那咱们岂不是卖一袋就要亏好几块？不然还能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和杨洛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等他真做大做强了，我们再也遏制不住他了。杨洛，你还真是顽强。真的假的？还能治土地板结？咱这一块的地带土地板结可是严重的很。拿不准的乡亲，先拿半袋试1亩地，秋收见了效果再补尾款也行。瑞金做的是长久生意，绝不赚一锤子买卖的黑心钱。你听说了没？刚有人给我说，天虎农资店的化肥全部打7折呢，一袋便宜好几块，要不咱先看看？反正都是上地的肥，差能差哪儿去？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别急，
各位乡亲稍停一步，我算笔明白账给大伙儿听，划算不划算？听完再走也不迟。有啥好算的？不都是上帝的肥吗？谁家便宜买谁家的呗。就是啊，一袋差好几块呢，10袋下来可不少钱。小伙子，你倒说说，俺们听听是啥明白账？别人的普通化肥是便宜几块钱，可咱们这儿的地种了10几年，早就板结硬的梨都拉不动，年年上普通肥，地力一年比一年耗空，产量自然上不去。对呀，我家那地现在硬的刨不动，年年施肥不见长，合着是地没劲儿了。这枣肥贵是贵几块钱，可它能松土养地，今年多收1成，明年地力起来了还能再增产，一年下来多打那2袋粮食，可比省这几块钱值当多了。差点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还是养地要紧，地好了才能年年多打粮。可不是咋的，我家那3亩岗地这2年越种越薄，上再多酵素都白搭，能养地的肥才是真金贵。1亩地多收1斗麦，这点肥钱早回来了，还能留着好地给娃种，划算。好个杨洛，专门跟我对着干是吧？我看你能得意多久！赵总，底细摸清楚了，他这沼肥不是凭空变出来的，发酵池子就建在杨家宗村西的那块荒洼地里，全村的污水粪水全是他的原料来源。杨璐，让我抓到你的把柄了。姓杨的敢跟我掰手腕，靠的就是这池子找肥，断了他的原料根儿，他那厂子就是个空壳子。赵总，我这就带2人连夜去把池子砸了。急什么？那洼地里头什么情况，有多少人守着，换班是什么时辰，全摸清楚了吗？贸然动手留了把柄，反倒给他送把柄。你亲自去，连着蹲3天，把值守人数、巡逻路线、围墙哪处好翻，全给我摸得明明白白。等时机卡准了，再一次性给他废了，让他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。明白，赵总，我这就去踩点，保证半点差错都不出。有件事跟您说一声，杨老板，这2天总有个戴鸭舌帽的生人在对面坡上晃悠，也不干活，就往咱们池子这边瞅半天就走，怪蹊跷的。从今晚起，夜班再加1个人，分2班轮岗，半小时巡查1圈。赵天虎打价格战比不过我们，肯定要往咱们命根子上打主意。有生人踩点就不是好事，防患于未然。好。10点整，第1次巡查。总算抢着2袋，就晚来半步，下一批得等3天后了。贵是贵俩钱儿，可架不住瑞鑫化肥好使啊！我家西洼那板结地，往年苗都黄不拉几的，今年撒了这肥，叶色都深了1层。瑞星化肥，他厂子不是快要倒闭了吗？大兄弟，等会儿，你这袋真是瑞星的肥啊！我前阵子还听说他家厂子都快黄了，工人都放假了。那都是老黄历了，人家新出的叫沼肥，说是粪污发酵的，劲儿足还养地。我们村好几户都试了，确实比别的肥强。沼肥？啥沼肥？厂子在县城边上，他从哪儿搞来的原料？听送货的师傅说，人家专门在村里自建了发酵池，原料足得很，产能大着呢。我得赶紧回去撒肥了，晚了赶不上少情。挖鱼塘？挖个屁的鱼塘！原来是发酵池，合着我们凑钱修特的排污局，全村的粪水、臭水全给他免费当原料了。我们花着钱出着力，反倒给他做了嫁衣。村长，坏事了，咱们都被杨洛那小子耍了。嚎什么丧？天还没塌，有话慢慢说。村西洼地，杨洛根本不是挖鱼塘，他建发酵池做沼肥卖钱，咱们排过去的污水全成他免费原料了。你可确定？假不了，现在集上大家都去买他的枣肥了。我说他怎么在一个粪池上动那么大的功夫，合着咱们集资挖坑害他，反倒成全他发财。好个杨楼！我说当初他痛快交集资款，原来是早打好算盘。我现在就去扒排污管，把地收回来。胡闹！分家协议，祖老作证，白纸黑字。挖地划给他了，咱们明着收地，
道理站不住脚。那不行，这块地本来是我让给他的，他想安稳开工，就得给咱们掏钱。他要是不给，我天天去工地上闹，叫他半分货都出不来。就是这楼上的房子啊，这地段挨着集市这么近，得不少钱吧？厂子刚把钱投去扩发教池，哪有余钱买房啊？别再把周转资金搭进去了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愁，这阵子找肥走货快，账上盈余足够。现在县城房价正便宜，趁讨上车最划算，往后只会越来越贵。重活一世我最清楚，再过10年，这地段的房价得翻好几番。现在多置2套，后来依然读书成家都有底气，也能让浅云踏踏实实过好日子。妈，搬来县城多好啊！以后你不用天不亮就走好几里路去赶集，我放假回来也能直接在县城坐车，方便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钱，我心里总觉着不踏实。不用担心，厂子只会越做越好，这点钱很快就能赚回来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先租一套，往后有余钱咱们就把房子买下来。你再看这间1楼的铺子，位置正好，你针线活细致，村里谁家嫁女做喜服、裁衬衣都找你。真盘下来，开个手工定制裁缝铺，比赶集摆摊稳当多了，也不用风吹日晒。我也会做个家常款式，钱再减，锁边花样都没系统学过。真开了店，接了精细活，做砸了可咋整？我先找家正经裁缝当半年学徒，把手艺练扎实了再说开店的事儿。都依你。学徒的事儿我托人打听，店面也先帮你留意着。等你觉得手艺够了，咱们随时盘下来。妈，你肯定行。等你开了店，我放假就来给你打下手，算零钱。我的娘哎，还真是他们一家子。我还当他厂子被挤兑得快黄了，合着一点事儿没有，还悄没声跑到县城治沙业来了。凭什么这一家子穷鬼能过上好日子？杨璐、苏浅云，快点开门，我有事找你们。别躲在里头装聋作哑，我知道你们在家。开门！有能耐占我家挖地发财，没脸见人是吧？在这装缩头乌龟是吧？要不是我当天心善把村西挖地分给你，你能有今天？现在赚了钱想独吞，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！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别拍了，拍破了也没人应。人家一家子根本就没在家，早跑县城享清富去了。县城？他们去县城干啥？干啥？买房去了呗。我今儿在县城老街愁得真真的，人家站在居民楼跟前挑房子呢。真的假的？你可看清楚了。他家现在那么有钱，连县城的房子都看上了。当然是真的，我看见人家连1楼的门面都看上了，说要给苏浅云开什么裁缝铺。当初要不是你傻呵呵把洼地分给他们，他们能有今天？你个没本事的，眼睁睁看着人家骑到咱们头上拉屎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你懂个屁！当初谁知道他是打这个主意？我不懂，我就知道人家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咱们家越过越窝囊。儿子娶不上媳妇儿，连件新衣裳都给我买不起，我跟着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哭什么哭？就知道哭！这杨洛占了我杨家的便宜，还想独吞好处，门儿都没有！村西洼地本来就是我家的，他用了我的地，沾了我的光，就得连本带利全给我吐出来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这县城的房子裁缝铺能不能安当师腾住进去。妈，明天我就帮你打听县城裁缝铺学徒的事儿，早点把手艺练扎实，咱们早点开店。不急，稳当点好，可不能急着上马砸了招牌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你们一家子在县城享清福，不回这破土屋了呢？怎么赚了大钱，连家门都不认了？有事就直说，不用绕弯子。行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村西那块洼地，分家的是说好分的是荒地使用权，只许你种庄稼，没说让你搞工厂生产吧？所以你想说什么？现在你想建发酵池做化肥，那你必须每年得给我交租金，不然这地我就得收回去。分家协议是祖老作证，白纸黑字画了押的，地的处置权全归我，种庄稼还是搞生产，我说了算，租金1分没有。你放屁！地是我们杨家的祖产，我是长房长子，我说收就能收。
你别拿这张破纸当挡箭牌，真闹起来，全村人都得说你忘恩负义。真要掰扯，咱们明天就请3位族老过来，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清楚，看看这地到底谁说了算。杨璐现在硬气了，真要闹到族老跟前去，我半分理都站不住。你等着，我找村长说理去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他真去找村长的话，俩人凑一块儿，指不定又憋着什么坏主意。没事儿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蹦跶不出什么花样。村长，这杨洛是真要反天了。我今儿晚上门跟他要洼地租金，你猜他怎么说？怎么，他不肯给？何止是不肯给，他嘴硬得很，说分家协议白纸黑字画了押，地的处置权全归他，他想建啥就建啥，旁人管不着。年轻人刚赚俩钱就飘成这样，真当杨家辈是他说了算。排污主管道的闸口、支管的走向全攥在我手里，等于掐着他发酵池的原料命脉，我就不信他能硬到底。行了，多大点事儿，值得气成这样？杨了毕竟年轻，才30、40岁，刚挣了点钱，难免心浮气躁，很正常。这还叫小事儿？再不管管，他以后都敢骑到咱俩头上去了。村长，你可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你急什么？我心里有数，这事儿不用你出头，我自有分寸。他想白占村里的便宜赚大钱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先回去歇着，等我安排。行，村长，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我就先回去等信儿。明天我亲自跑一趟他厂里，把资源使用费的话摆到明面上。他答应交钱，我白得一笔进项；他不答应，我就把排污管改道，断了他的原料源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我是杨家坳的村长。原来你就是杨家坳的村长。坐吧。不坐了，我今天过来跟你谈件正事儿。哦，什么事儿能劳烦村长大驾光临，亲自来谈？村西洼地排进去的粪污是村里的公共资源，你现在拿来做造肥赚大钱，总不能平白占集体的便宜，所以你每月得交一笔资源使用费。说了半天，原来是来抢劫的。你要是痛快答应，往后排污的事儿，村里一路绿灯，没人找你麻烦。我要是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只能按规矩把排污管改去村外河沟，到时候你这发酵池断了原料，产能受影响，可别怪我没提前打招呼。你这分明是敲诈！当初管子是你们私自改道排进洼地的，我们没找你们算污染的账就不错了，现在反倒过来要钱，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？后生说话别这么难听，没有村里的污水，你们这找肥能做出来？占了便宜就得认账，这是规矩。村长说的是这个理，占用了村里的资源，交点使用费也是应该的。这事儿我答应了，具体数额咱们回头慢慢商量，肯定不让村里吃亏。痛快！我就说杨厂长是明白人，你放心，钱交了，往后排污的事儿全包在我身上，谁也别想在这上面找你麻烦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杨总，咱们凭啥给他钱啊？真给他惯出毛病来，以后他指不定还得狮子大开口。你算笔账，每月给他这点钱，跟咱们再加2个夜班值守，天天防着有人搞破坏比，哪个成本高？村长拿了这笔好处，发酵池就成了他的钱袋子。外人想搞破坏，他第一个不答应，比咱们自己雇人盯着还管用。等于花点小钱，雇了个免费的村口看门人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刚才还真以为你妥协了。他要是安分守己，拿好处帮咱们办事儿，就相安无事。他要是哪天敢反咬一口，那咱们也不是好惹的。村长，我琢磨好了，趁今晚天黑，我带俩靠谱的人去洼地，把发酵池砸个大窟窿，再把进料管子堵死，让他杨洛生产不了。我就不信断了他的财路，他还能嚣张？胡闹！谁让你去瞎折腾的？好好的动什么手啊？村长，前阵子不是你说要掐他原料，给他点颜色强调吗？现在动手正好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连是谁干的都查不出来。此一时彼一时，真闹大了，他要告状了，那咱们私自改建排污管不就败露了？到时候对村里不好交代。这事儿得从长计议，不能来硬的。村长竟然会怕杨洛告状，他向来说一不二，前几天还说要收拾杨洛，今天转头就护着池子不让动，这里头不会藏着事儿吧？从长计议，村长，你是不是有啥别的打算啊？
难不成杨洛那小子私下找过你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的事儿还用跟你一一汇报？你老老实实待着，别出去给我惹事儿就行。我说前几天来找村长，别人说他去县城了，合着去找杨丽丝拿好处了吧？现在把我当傻子蒙在鼓里，之前说的要替我出头全是场面话。行，既然村长有安排，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。好个老东西，有好处自己独吞，却拿我当枪使，嘴上说的好听，背地里早跟杨洛达成协议了。村长，你不仁在前，爸，给我拿点钱，可别怪我不义。杨大龙是你的独生子，心尖肉，我要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。哟，走错门了吧？我爹没在家，去集上晃悠了。找他你就奔那边去，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。我找的不是他，找你。赶集顺路烧了瓶正经老白干，寻思咱俩好久没凑一块扯两句，过来陪你喝2盅。算你有眼力劲儿，说吧，无事献殷勤，又想让我帮你干啥脏活？我可先说好，出力的活不干，没好处的活也不干，看你说的。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喝酒。你说这杨家傲现在真是变天了，有些人靠坑全村人的便宜发横财，骑在大伙头上作威作福，真当没人能治他了。你说杨洛呢？人家现在是大厂长，牛气着呢，跟咱们不是一路人。怎么，你又在人家那儿吃瘪了？吃瘪？他也配？不就是靠村西那破发酵池弄点臭粪水当肥卖吗？占着全村的污水发家，半毛钱好处没给乡里乡亲留，反倒处处摆架子。大龙，叔跟你说句掏心豁子的，他那池子看着金贵，其实脆得很，只要里头的菌种一死，他那找肥生产线直接就废了，到时候他厂子断了货，哭都来不及。你疯了？那池子现在天天有人值班盯着。再说杨洛那性子，查到是我干的，不得扒了我的皮？我可不干这找死的活。怕什么？我都替你打听明白了，夜里值班的就2个人，熬到后半夜就打瞌睡。你穿身旧衣服，蒙着脸去，完事了往后山林子里一钻，谁能认出你来？你说的轻巧，那你怎么不去？让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儿？那不是叔年纪大了，腿脚不利索吗？事成之后，我给你300块，就跑一趟的事儿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够你喝2月酒的。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300块倒是不少，可万一露了馅儿，杨洛报了警，我不得蹲大牢？只要你能做成，我给你500，而且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保准你没事儿。到时候我在村头帮你望风，有动静立刻学鸟叫给你报信儿。行，这活我接了，500块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哼，到时候我直接大喊抓贼，你1毛钱都别想要。放心，我还能骗你？来，咱俩碰一个，等事成了，叔再请你去集上馆子吃顿好的。到时候既毁了杨漏的发酵池，又让你这个村长的宝贝儿子蹲大牢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你爹还能不能在村里耀武扬威。赵总，连续踩了3天点，作息全摸透了。夜里就2个工人值班，后半夜2点换班，中间有10来分钟空档，岗亭里的人睡得最死。这东西倒计料尺里头的亚硝酯是不是全得死干净？100%死绝，这浓度别说菌种，连池子里的微生物都剩不下。等他们发现不对，再重新投菌养池，至少半个月开不了工。手脚干净点，蒙好脸，别留痕迹。办完事直接回县城，别在村里多逗留半刻。放心吧，虎哥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？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去吧，成了之后，县城那间门店就归你管。是。杨洛，你断我财路，我就回你根基，咱们走着瞧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这
这大半夜偷偷摸摸的，真被杨洛逮着，他能饶了我？瞧你那点出息，值班老头睡得跟死猪似的，哪能逮着你？你速去速回，顺着进料口把石灰倒进去就撤，前后用不了5分钟。那万一呢？万一有人呢？我在坡上给你望风，有动静我就学夜鸟叫，你听见立马撤。再说了，就算真出事儿，谁能想到是你？再说，500块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了？当然想要，那说好的500块1分都不能少。我还能骗你？事成之后，钱立马塞你手里。等杨洛的池子废了，他厂子都得摊，到时候谁还有心思查这点事儿？行，我去，你可盯紧点，有动静赶紧喊我。快去吧，别磨蹭。我才不会叫你呢，你就等着吧。不好，有人！你是谁？不对，我才是来做贼的。晦气，拿着生石坏来，真不怕死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杨大龙应该得手了。杨洛，让你不给我分钱，那我就毁了你的池子。还有村长，敢独吞这笔钱，我就送你儿子去蹲监狱。抓贼呀！有人破坏发酵池，快来人啊！快进发酵池大棚子里看看，真有人，还带着绳石灰，摆明了是来毁池子的。哎，这不是村长家的杨大龙吗？大半夜跑这儿来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来搞破坏的。别愣着了，赶紧报警，再给杨厂长打个电话。还好我跑得快，现在推那个人去当替房杨子刚刚好。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杨洛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有人深夜潜入厂区搞破坏，人已经当场控制了。是我，辛苦2位大半夜跑一趟。具体什么情况？杨厂长，我们听见喊声跑过来，就看到他晕在墙根，身边还放着半袋生瓷灰，摆明了是来毁发酵池的。人怎么还躺着？不知道，我们过来的时候他就昏着。脖子怎么这么疼？这是手铐。警察同志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在这儿？还装什么？大半夜拎着生石灰潜进厂区，不是来搞破坏的。不是，我刚过来，还没等动手呢，后面突然窜出来个人，一下就给我打晕了。我真什么都没干。人赃并获了还嘴硬，生石灰都撒一地了。杨璐，你信我，我真没碰你那池子，我刚到棚子外就被人打晕了，真的。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快给警察说说。我和杨大龙无冤无仇，他干嘛来毁我的发酵池？走，我们去密封棚里看看。不对劲儿啊，杨总，这味儿不对，不是枣叶的味儿，像是消毒剂。确实是高浓度消毒剂。这玩意儿可是军种的克星，谁泼的？杨大龙带的不是绳石灰吗？杨大龙带的是绳石灰，泼不出来这种透明液体。而且他一个混日子的，根本不知道亚象菌怕什么，更拿不到这种专业消毒剂。你的意思是，除了杨大龙，今晚还有第2拨人？你看这儿，滴落的痕迹是从料池一路延伸到密封棚边的，有人进来泼了消毒地，又撞上了杨大龙，顺手把他打晕了。合着杨大龙就是个顶包的，真正下手的人已经跑了。那咱们的军种……先别慌，他泼的是池边地面，没全倒至料池里。明天一早立刻取样检测，捕头军种，影响不大。可这第2拨人是谁啊？下手这么准，专门奔着军种来的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刚在棚里检查过，除了外边的生石灰，池边还有被人泼过高浓度消毒液的痕迹，不是杨大龙带的东西。而且杨大龙是被人打晕的，应该是2拨人碰巧撞上。而且杨大龙跟我没什么深仇大恨，犯不上冒着坐牢的风险来毁池子，更不会懂用消毒剂杀菌这种专业手段。
你的意思是，杨大龙背后还有同谋？杨大龙是村长的儿子，就算对我有意见，村长也不可能让亲儿子来干这种违法的事儿，太蠢。背后大概率有人挑唆，甚至是故意借他的手转移视线。行，这条线索我们记下了，人我们先带回所里审，有进展通知你。你这边也多留意，有什么线索随时联系我。好，辛苦二位。杨哥，你说背后的人会不会是赵天虎？也就他跟咱们有这么大仇，还能拿到这种专业消毒剂。除了他，没人有这个动机，也没人有这个手段。只是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，还能借杨大龙当幌子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要不要直接去找他？没证据，找了也白找。你今晚就安排人加双岗，围墙四周全插上警戒条，再牵2条狗过来。他既然动了手，就不会只来一次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赵天虎，既然你主动把牌打出来了，那这局就该我接了。哥，我听说大龙的事儿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好端端的怎么就摊上这官司了？杨和，你可得帮帮大龙，他就是个混不吝的，哪有胆子去干毁池子的事儿啊？肯定是被人坑了。警察把人带走了，说人赃并获，石碑会都撒一地，百口莫辩。真要是定了罪，少说也要蹲个2、3年。哥，我琢磨着不对劲儿。大龙跟杨洛虽说不对付，可也没深仇大恨，犯不上冒坐牢的风险去毁池子。对呀，大龙这孩子虽然不学无术，但是也不敢去做犯罪的事儿啊。我听人说，昨天夜里还有另一拨人，会不会是赵天虎的人干的？刚好撞上大龙，就把他打晕了当替罪羊。赵天虎，县城那个农资批发商，他跟杨洛有仇，冲人家厂子去就是了，坑我儿子干什么？谁知道呢？再说了，杨洛现在翅膀硬了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真要咬死了大龙是主谋，那大龙这牢就坐定了。哥，我看你得主动去找趟杨洛，软硬兼施，让他松松口。对，找他去。怎么说都是一个村的，他就真能眼睁睁看着大龙坐牢？行，我去厂里找杨洛，真要是他不肯松口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同村情分。闹吧，闹得越凶越好，一边把村长也拉下水跟杨洛对着干，一边把锅全甩给赵天虎，谁都别想好过。杨村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杨洛，我明人不说暗话，今天来就为大龙的事儿。杨大龙，你说，赵天虎跟你有仇是你们的事儿，大龙就是个被人当幌子的，你赶紧出份谅解书，这事儿就翻篇儿。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别把事儿做太绝。说，谅解书不是不能出，但杨大龙深夜翻墙带着生石灰进场是事实，不是一句被牵连就能接过去。怎么着？还得我低三下四求你才行？他也没真毁了你那池子，没造成什么实质损失，你至于抓着不放？不是我抓着不放，要是家里人正式过来道个歉，态度诚恳，我不光能出谅解书，还能帮着跟警察说2句好话。但您这么上门来逼，没这个道理。好你个杨洛，现在开了厂子当了老板，我的话都不好使了是吧？杨大龙的事儿，你要是愿意好好谈谈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不为难他。行，你能耐，咱们走着瞧。头一回见上门求人还趾高气昂的。不管他们了，发酵池那边怎么样了？检测室送了报告单过来，消毒剂只泼在了池边地面，没渗进主发酵池，菌种损失了表层一点点。捕头一批新菌，3天就能恢复正常，影响不大。意料之中，他刚动手就撞上了杨大龙，没来得及对军士下死手。可这事儿也太悬了，要不是杨大龙误打误撞闯进去，指不定池子真就被他毁了。对了，杨大龙那边还没松口，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人打晕的，什么都没干。杨大龙平白无故不会来冒这个险，背后肯定有人挑唆。村里跟我有过节，又跟他家走得近的，就那一个人。杨和？没错。他不怕杨村长知道吗？他图什么呀？图借村长的手给我添堵，顺便坐收渔利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就做好我们的事儿就行。他们什么时候真心改过了，什么时候再说谅解，不然就正常走法律程序。没错，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好欺负。至于第2个人，虽然不知道他是谁，不过既然对方想让咱们的池子废了，那咱们就遂了他的意，把他抓出来。啊？
什么意思？对外就说发酵池被人泼了消毒剂，菌种全死了，生产线瘫痪1个月，损失惨重。你再安排人去周边菌种厂四处询价，装着急着补囧却找不到货的样子，板戏做足。你是要引蛇出洞，让对方以为咱们真垮了，再主动找上门来。他既然敢来第1次，就敢来第2次。咱们明面上松松砍砍，暗地里把人手全布置好，围墙4周、棚子里外外全藏上人，等他下次再动手，直接人赃并获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，今晚就把人埋伏好，保管他有来无回。不急，刚出了事儿，他肯定不敢立刻再来，先放3天消息，等他信透了，放松警惕了，咱们再收网。赵总，好消息，瑞星那发酵池真废了，消毒剂渗进去大半，池子里的菌种全死光了。杨洛急得团团转，四处找菌种厂补货，人家都没现货。真的？我还以为上次被那小子撞破，没弄彻底呢。我那天刚泼进去一点，就有人喊抓贼，我也以为没效果呢。结果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说瑞星的找肥项目黄了，不少代销点都又回头找咱们拿货了。不行，还不够保险。万一他凑到菌种，半个月又缓过来了，咱不白忙活了。赵总，你的意思是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晚你再带2个人过去，把剩下的消毒剂全倒在料池里，再把密封棚的风支管线全砸了。我要让他这池子彻底报废，再也修不起来。赵总，昨天刚出过事儿，他们肯定加防备了吧？现在去会不会太冒险？防备？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找种种救池子，顾得上防备？再说了，就村里那几个值班工人能顶什么用？你半夜3点去，速战速屌，完事儿直接撤，谁能抓得着你？行，我今晚就去，这回保证给他砸得稀烂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杨洛，跟我斗，这就是下场。都布置妥当了，发酵棚内部全都藏好人，岗亭值班的兄弟全程装睡引凶手进来，所有人盯死，等他进棚动手再合围抓人，不许提前暴露。全程严禁明火，棚内风机持续排风，脚气浓度稳定，安全不能出半点差错。放心，全都交代清楚了，就怕消息放出去才2天，对方未必敢来。赵天虎急于彻底掐断咱们找肥生意，听见运种全毁的假消息，必然铤而走险。动作利索点，倒完药水再砸坏风机管线，10分钟之内必须撤离。刀哥，这池子里面存某气，倒药水不会出事吧？咱这是专门调制的，而且发酵池的风机24小时通风，不会有事的。快点，别磨磨蹭蹭。不许动！放开我！深夜携带消杀药剂，蓄意损毁发酵设施，人赃俱获，你没什么好抵赖的。前几天翻墙打碗杨大龙，偷偷泼药水破坏池子的人，就是你吧？这件事全是我一人为之，你们抓我就好了。幕后真凶究竟是谁？我们会去调查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？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我们绝不会少抓一个坏人。杨总，刀疤那种绝对忠诚的人，肯定不会供出赵天虎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咱们总不能就这么让赵天虎躲过去吧？不然又该找咱们事儿了。他嘴硬不了多久，我托人打听过，刀疤脸也就是张彪，家里有个卧病在床的老母亲，全靠他一个人养，是出了名的孝子。孝子，他看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只要有软肋就好突破，他不怕自己坐牢，可怕耽误了老母亲没人照顾。只要跟他坦白从宽，说不定就能减刑。为了早点出去照顾老人，肯定会把赵天虎供出来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再硬的汉子碰着家里人也软，那咱们就等着他招供。不用等，找肥分货按原计划推进，试验田村口摆摊照常安排。赵天鲁的事儿是法律层面的，咱们的生意是自己的，两不耽误。赵天虎做了错事，总归是要还的。你也该为自己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了。赵总，
听那晚在的工人讲，刀疤一口咬定是自己跟杨洛有仇，私自去报复的，半字没提您，连咱们店的边都没沾。我就知道，刀疤是个讲义气的，没白跟我这么多年。那是，赵总您待他不薄，他哪能出卖您啊？那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着手收拾瑞星了？没了招肥，他蹦跶不了几天。不急，等这事儿风头过了，慢慢收拾。全县的农资生意，终究还是我说了算。等刀疤出来，我给他一笔钱，再给他安排个轻松的差事，也算对不起他。赵天虎，我们是镇派出所民警，现依法传唤你，因涉嫌指使他人破坏生产经则、散布虚假信息、损害商业信誉，请跟我们回所配合调查。不可能，警察同志，这绝对是误会，我从来没指使人干过这种事儿。张彪已经如实供述，是你授意他前往瑞星发酵池实施破坏。我们也调取了你们的资金往来凭证，证据链完整，有什么辩解到所里再说。他明明对我忠心耿耿，他怎么会招？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带走。哥，嫂子，赵天虎被警察抓走的事儿我听说了，特意过来跟你们念叨念叨。杨和，你也听说了，你说主谋都抓到了，大龙是不是就能放出来了？他就是被人当幌子坑了呀。没那么简单，生事会是他自己带的，就算不是主谋，擅闯厂区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可不是吗？按说赵天虎都招了，大龙这事儿往轻了判，赔点钱就能理事儿。现在大龙还没出来，肯定是杨洛不肯松口啊。我去找他了，他不肯出谅解书，非得我们老两口得到他原谅才行。村长，你看他现在开了个化肥厂，眼里哪还有杨家二的长辈？现在大龙落他手里，他还不拿着架子摆谱？说白了，就是不把你这个村长放在眼里。就是，他杨洛再能耐，也是喝杨家瓯的水长大的，还能反了天不成？村长，我倒有个法子，那发酵池离村子不远，你就领着几个村民代表过去，就说大伙反映池子臭气熏天，熏坏庄稼，污染井水，让他先停工整改。你的意思是，拿这个逼他出谅解书？对呀，他厂子正赶着铺货赚钱，耽误一天亏一天。咱们按村规提整改，合情合理。他想顺顺利利生产，就得求着咱们村里。到时候你再提大龙的事儿，他还敢不答应？杨大龙那个蠢货，就算想咬我也没凭没据，空口白牙谁信？正好把村长推到前头当枪使，既给杨洛添了堵，半分脏水也溅不到我身上。杨总，这2天订单涨得快，赵天虎一倒，周边几个乡的代销点都主动找上门了。照这个势头，月底产能还得再提提。产能跟上的同时，质检不能松，肥酵是咱们的根，不能砸了招牌。村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杨洛，我今天来就为大龙的事儿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谅解书开还是不开？村长，杨大龙的事儿我没往死里追究，要是你们真心道歉，态度诚恳，我出谅解书不是不行。怎么着？还得我求你才行？不是求不求，是按规矩来。行，谅解书你要是不签的话，我给你提个事儿。村西那发酵池，不少村民找我反映，说臭气熏天，民的庄稼都长不好，你得先停工整改，等没问题了向生产。村长，我们发酵池全密封的，风机天天排风除臭，哪来的臭气？你说话要讲证据。村长，村西洼地是分家时白纸黑字划给我的承包地，手续齐全。发酵池的密封除臭都是按标准做的，不存在污染。要是村民真有意见，可以请镇上的人来检测。怎么？我说的话你不信？不是不信，而是真有问题，我立刻整改，没问题，生产也不能停。你这意思是，村里人的话你都不听？不是不听，是按规矩、按事实来。杨大龙的谅解书，只要你们正式过来道歉，我随时可以撕。但发酵池停工整改，得有真凭实据才行。行，那就让检测部门来查。村长怎么突然跑来提这茬？之前也没人反映发酵池有味道啊。恐怕还是杨和支的招，除了他没人会撺掇村长。那咱们怎么办？真等他带人来闹？不用怕，通知下去，发酵池周边再加固一层密封围挡，除臭设施全天开着。他想拿这个做文章，咱们就让他们没文章可做。杨总，都安排妥当了，密封围挡又加了一层，除臭风机全天开最大档，池边的积污也全清干净，保证检测挑不出半分。别大意。村长既然放了话，大概率真会找，咱们按标准来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对了，刚派出所那边捎来消息，说杨大龙熬不住了，松口说当初是有人撺掇他，还答应给他500块钱好处费。虽说没直接说名字，但应该就是杨和没跑。意料之中，
就他那点算计，全写在脸上了。那咱们要不要把这事儿捅出去，让村长和杨和内斗起来？不急，现在只有杨大龙的口供，没实际证据。杨和死咬着不认也没办法。先等检测这事儿过去，看看他还耍什么花招。他既然敢挑事儿，就迟早会露马脚。行，都听你的。那我再去池边盯着点，别让人偷偷搞破坏。去吧，多留个心眼儿，尤其是杨和，他大概率会跟着村长一块儿过来。你好，我们是镇农技站的，接到群众举报说这里发酵池气味扰民，污染土壤，过来做个检测。辛苦二位跑一趟，我们的发酵池都是按标准建的，该怎么测就怎么测，我们全力配合。哼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，那么大一个粪水坑，还能一点味儿都没有？等检测结果出来，我看你杨洛还怎么嘴硬。等会儿他们都围着看仪器毒柱，就把怀里的烂粪渣撒在池边土缝里，到时候数据一超标，不光能逼他停工整改，大龙的谅解书他也得乖乖给我开出来。你好，检测阵地闲人勿进，你站远点，别碰坏了仪器。晦气！这个姓王的眼睛怎么这么尖？死死盯着我干什么？差点就露了马脚。先往后撤，等会儿没人注意了再找机会下手。结果出来了，空气中硫化氢、氨气浓度都达标，周边土壤也没污染，密封除臭做得很规范，不存在扰民污染的。达标？不能吧？好多村民都反映有味道。数据不会骗人，发酵池密封到位，正常生产不会影响周边。举报的情况不实。村长，你也听见了，检测结果都达标。不是我不给村里面面子，是确实没毛病。达标就好，达标就好。是村民们误会了，我回去跟大伙儿解释。杨总，你看杨和刚才那鬼鬼祟祟的样，肯定是想搞小动作，被我一挡，没敢动手。他不会就这么死心的。通知下去，池边加派2个人盯着，别给他下手的机会。明白。杨和，你挑唆杨大龙撺掇村长，一笔一笔我都记着。等我腾出手来，就该跟你好好清算了。大龙，你咋回来了？不是说还要再审2天吗？没受啥委屈吧？还能咋回来的？警察核实清楚，我就是被人撺掇着闯进去，啥破坏都没造成。加上杨洛那边没往死里追究，教育了一顿就让我回来了。你还有脸喝水？人家随便一撺掇你，你就敢去干违法的勾当？我平日里教你的都喂狗了，真要是定了罪，你后半辈子都毁了。我哪知道他肚子里揣着坏水，他拎着酒来找我，给我说没事儿，还答应给我500块辛苦费。结果我刚摸到墙根就被人打晕了，再一醒脸就被警察抓了。那人是谁？到底是谁撺掇你去的？还能有谁？就是杨和。要不是他天天在我耳边煽风点火，许我好处，我能去冒这个险吗？他明摆着就是借我的手去毁池子，完事儿再把我推出去顶罪，心都黑透了。哥，嫂子，我刚听说大龙平安回来了，特意过来瞅瞅。这事儿也真是，都怪县城赵天虎那帮人太缺德，平白无故把咱大龙都牵连进去了。牵连？我倒想问问，大龙好好在家待着，怎么就会大半夜拎着生石灰摸到人家发酵池跟去？嗨，年轻人一时糊涂呗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，大龙出来了就好。杨和，你还在这装好人？当初是不是你拎着老白家来找我，许我500块钱，让我半夜去泼石灰毁池子？是不是你说你在坡上望风，保我没事儿？大龙，你可别血口喷人！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？你自己闯了祸，扛不住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算啥本事？是不是泼脏水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大龙都跟我交代了，是你挑唆他半夜闯发酵池。杨和，我平日里待你不薄，村里有啥好处都先想着你，你就这么害我亲儿子？是又怎么样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他自己贪财乐意去，怪得着谁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你独吞了杨洛那每月的资源使用费，半点汤水都不分给我，我能走到这一步？你给我滚！从今往后，你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损小人，不准再登我家的门！滚就滚！真当我稀罕来？你以为你这个村长还能做得安实？咱们走着瞧！
有你求我的那天。当家的，这下彻底把他得罪死了。他那人小心眼儿，会不会背地里再给咱们使坏呀？使坏？他再敢胡作非为，我第一个绑着他送派出所。以前是我糊涂，被他当枪使跟杨老对着干，往后我再不会犯这浑。杨总，大快人心的好消息，村长跟杨和彻底撕破脸了。刚才有工人传过来，说俩人在村长家吵得掀房顶，杨和被骂得灰溜溜赶出来，全村都快传遍了。意料之中，他挑唆杨大龙去毁池子，又故意喊抓贼，想把杨大龙送进去顶罪。这事儿败露了，村长不跟他反目才怪。这就叫自作自受。以前俩人勾肩搭背给咱们下绊子，修排污管阴咱们，现在内讧起来狗咬狗，咱们正好能安生一阵子，专心扩产能。安生不了多久，杨和这人睚眦必报，在村长那儿吃了鳖，铁定要把账算到咱们头。那我马上安排加派夜班，发酵池和厂区大门都多增2个人手轮班，保证不让他钻空子。不用额外加人，按原班次值守就行。他现在失了村长这个靠山，在村里没人帮他搭手撑腰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也行，杨和现在肯定夹着尾巴做人，不敢再起什么风浪。你去跟镇上农技站对接一下，之前谈的测土配方肥试点项目，咱们这周就启动。早肥养地松土，配方肥精准供肥，2样搭配着推，比单一化肥效果翻1倍。对呀，咱们有发酵池的原料底子，再配上农技站的测土技术，周边农户肯定抢着要。我这就去联系农技站的李技术员，约个时间过来详谈。杨和，你最好安分守己，真要再往枪口上撞，当年占我家的田地房产，这些年欠的账，咱们就新账旧账一次算清。咋了这是？去趟村长家咋气成这样？还能咋回事？杨大龙那个废物全招了，还好是没证据，但现在村长那老东西现在给我翻脸了，直接把我给我赶出来了。啥？翻脸了？那以后没村长帮忙，咱咋从村里捞好处？捞好处，现在不被他反咬一顿就不错了。这小子现在有厂子有底气，连村长的面子都不给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给他添点堵，让他的肥卖不出去。咋添堵？赵天虎都被抓进去了，咱们没人没事的，能斗得过他？咱们就去周边集市各村转悠，逢人就说他那肥都是大粪带病中，种出来的粮食吃了闹肚子。对呀，老百姓最忌讳这个，1传10，10传100，我看他的肥还怎么卖？这招好使，不用咱们动手，光靠闲话就能把他名声搞长。明天我就跟我妈分头去周边几个村转悠，保管不出3天，没人敢买他的肥。没错，他不让咱们好过，他也别想顺顺当当赚钱。不光要造谣，我还去联系之前赵天虎的那些老代销点，就说咱们有更便宜的货，把他的客源全抢过来。就这么办，我就不信他杨洛还能堵得住所有人的嘴。等他厂子垮了，他们一家就等着喝西北风吧。今天我们瑞兴化肥厂专门设了咨询点，来给各个农民朋友答疑解惑。杨厂长，这测土真能知道俺家地缺啥肥，不用瞎撒尿碎了。叔您放心，农技站的专业仪器测的，缺钙补钙，缺磷补磷，搭配早肥养地，既止钱又能多打粮。今天现场测土全免费，家里有土样的都能拿过来。我替杨厂长做个证，我家30亩地用了半季早肥，现在麦秆比往年粗1圈，地里明显松快了，这肥绝对靠谱。哎呀，你可别买他家的肥，我跟你说，这肥就是村西臭粪池子里捞出来的，苍蝇蚊子都往那儿钻，脏得要死。真的假的？看着挺正经的呀。那还有假？我亲眼看到的，全村的粪水污水都排那坑里，搅和搅和就装袋当肥卖，种出来的粮食都带味儿，吃久了指定闹肚子。你们俩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的早肥都是附属灭菌的，有农技站的检测报告，你们再造谣我们就报警了。报警咋了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本来就是粪水做的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你们敢把人拉去洼地里看看吗？那臭水坑快漫出来了。嫂子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早肥的生产标准、检测报告都在这儿，盖着镇农技处的公章。你要是看不懂，我可以念给你听。各位乡亲，早肥确实是粪便、作物秸秆发酵腐蚀来的，都听见了吧？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但早肥生产的全程高温灭菌密封发酵，煮熟完成后没有病菌也没有异味，比生粪上地安全10倍。这是国家推广的生态肥，不光咱们县，周边各县都在试点。我说王翠花，你家跟杨洛不对付，你们4个事儿私下解决。
别拿老百姓的收成开玩笑。我家地用了2月，苗壮穗大，哪来的什么病菌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来搅局的。我认得你，你是杨和家的，合着你们是故意来坏人家生意的。你们别听他瞎说。再造谣诽谤，损害我们厂的商业信誉，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案。赵天虎刚进去没多久，你们也想进去陪他？这俩人真是贼心不死，就会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跳梁小丑罢了。测土质点按原计划推进，明天再安排人去几个大村设点，让更多农户用上配方肥。杨村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找杨厂长说点事儿。村长，坐吧，有事慢慢说。杨洛，叔今天过来给你赔个不是。之前我被杨和蒙蔽，跟着他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是我糊涂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村长言重了，都是一个村的，误会解开就好。我给你带个信儿，我听说杨和父子俩联系了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，打算明天在村口路上堵你们的送货车，想讹点钱。你们送货的时候多带2个人，别走那条小路。多谢村长特意跑一趟告诉我。还有个事儿，你们不是搞测土配方肥试点吗？我寻思着咱们杨家坳先当试点村，我帮你挨家挨户做工作，一来帮你打开销路，二来也让村里人得点实惠，你看行不？当然行，有您帮忙协调，试点肯定能推得更顺。哎，好，那我回去就挨家挨户通知去。之前走了弯路，现在我得多为村子谋福利，村民多筹集的款罐，我全部退还给大家。这可真是因祸得福，村长反倒成咱们的帮手了。确实，杨和肯定也没有想到他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不过他也蹦跶不了多久了。不过杨和明天想要派人讹咱们，咱们就这样不管吗？当然要管，现在他露出了马脚，那就让我们好好治一治他，不然他又该想什么损招了。来了，准备好。哎呦，腿断了，撞死我了啊！停车！快停车！撞人了！你怎么开车的？敢撞我儿子？就是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你们干啥？我车开得好好的，离他还有2步远，根本没碰到人。我们亲眼看到车帮子都蹭到人家腿了，撞了人还想耍赖，赶紧送医院拍片子，不然就私了赔钱。没碰到我儿子怎么坐地上了？你自己看，裤腿都蹭脏了，指定是刮到骨头了。今天不赔钱，你们这车祸别想走出杨家闹。你们不讲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我当是谁拦着车不让走，原来是你们。杨和，这跟你没关系，他货车撞了我儿子，我们要医药费，天经地义。天经地义。我们接到报警，有人在村口故意敲诈勒索，赶过来正好望见，人都坐地上演上了，还说不是故意的。警察同志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真被车刮到了，腿疼。你们就别演了，你们4个人早在这儿蹲了半个钟头，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之前挑唆大龙闯厂区，现在又耍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再这么下去，你迟早把自己毁了。是不是故意碰瓷？回所里一查就清楚，涉嫌寻衅滋事、敲诈勒索。都跟我们走一趟。警察同志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都是杨和叫我们来的，说事成了给我们分好处，我们就是来凑个数啊。对，都是他指使的，我们啥也没干。你们2个家伙真是靠不住。总算是把这颗毒瘤拔了，这下村里清静了，咱们送货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这是他自己选的路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耍阴招，早该有这一天。说起来也当惭愧，往后村里有啥需要配合的，你尽管开口，我绝不含糊。有您这句话就够了。试点村的事儿还得麻烦您多费心，咱们争取秋收前让全村都用上配方肥。杨厂长、王厂长，还好有你们在，不然我这个月的工资都得全搭里边。这没什么，拉货的路上各种人都会遇见，你辛苦了。杨总，杨和、杨小磊还有那2个混混寻衅滋事加敲诈勒索，
都处以行政拘留，洋河15天，那几个也各10天，还罚了款。这下村里彻底清静了。意料之中，敢碰法律的红线就得承担后果。不光这事儿，杨家坳试点村反馈也出来了，用了配方肥加找肥的农户，麦苗比往年粗1圈，黄叶少了大半，好多邻村的都找上门来订货，这礼拜订单又涨了30%。还有个好事儿，县城农资商会牵头，下个月办全县农资展销会，特意给咱们厂发了邀请函。这要是能在展销会上打响名头，全县的市场咱们就能占下半截。确实是好机会。你这2天牵头把样品检测报告、试点田的照片都整理好，再印一批宣传册。咱们不光要去，还要拿出最好的东西，让全县都知道舒兴化肥。放心吧，杨总，我今晚就加班整理，保证展销会上给咱们厂挣足脸面。回来啦，快洗手吃饭。今天熬了你爱喝的玉米糊。今天厂里事儿多，回来晚了点儿。洋河那边的事儿都处理完了。拘留完了就老实了，以后不会再来找麻烦了。村里的测土质点也顺，下个月县城还有农资展销会，咱们厂也去参展。那可太好了，厂子越来越红火。当初你盘下来的时候，我还捏着一把汗呢。对了，今天邮递员送过来的依然从学校寄的信，说学校氛围挺好，舍友也都挺易处，功课也跟得上，让咱们别惦记。还说等放寒假了就回来看看，适应就好。本来还担心他第一次离家不习惯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等忙完展销会，咱们抽一天去市里看看他，给他带点吃的用的。行啊，我再给他做2身衬衣。他上次信里说学校风大，长袖穿着正好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等展销会办完，厂子再稳一稳，咱们就把这房子买下来，再给你盘个裁缝铺，以后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跟你在一块儿，苦点也没啥。展销会要帮忙整理资料，做布标你就说，我针线活还行，给咱们厂做个醒目的招牌没问题。好，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。样品都备齐了，找肥、配方肥各20罐，对比图和照片也都核对过了，明天一早就能装车拉去县城展馆。数据再核对一遍，别出岔子。这次产销会同行不少，咱们第一次露脸，得拿出实打实的东西。对了，杨总，村口小卖部的人说，杨河马上拘留期满要回村了。杨小磊和王翠花现在天天缩在家里没出门，连院门都没迈过，看样子是彻底怕了，不敢再闹幺蛾子。他知道轻重就好，真要是再敢伸手，就别怪我不念亲戚情分。杨厂长，刚从乡镇代销点传过来的消息，这2天市面上又有人传咱们找肥不干净，还有说用了会减产的，几个村子的农户都在打听，有点动摇。怎么又来这套？赵天虎都进去了，谁还在背后造谣？赵天虎经营了这么多年，手底下总有几个不死心的旧部。不用慌，谣言传得越凶，展销会上咱们的试验效果越有冲击力。你安排人盯紧市面上的动静。放心吧，杨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仓库今晚加双岗，保证半点差错都不出。虎哥都进去了，咱们还折腾这个干啥？万一被抓了，也得跟着进去蹲几天。虎哥待咱们不薄，现在被杨洛害进去了，就这么算了。再说了，只要把瑞鑫的名字搞臭，县城的农资生意还得是咱们说了算，到时候还怕没钱赚。可咱们没人没事的，怎么搞？下个月不是有农资展销会吗？我打听好了，瑞星有个中心展位，咱们提前混进去，把他们的样品换了，换成劣质肥，到时候当众出油，他们厂子名声就彻底臭了。换样品，展馆里人多眼杂的，能行吗？放心，我都踩好点了。布展那天人最乱，趁乱动手，没人能发现。事成之后，咱们把剩下的货低价抛出去，把客户全抢回来，成了这一票，顶咱们干半年零活。行，就听你的。大不了干完这票，咱们去临县躲几天。回来了，饭在锅里温着，我把这几个字绣完就盛饭。手真巧，比印刷的还周正。有了这2块招牌，展销会上肯定显眼。对了，我今天去市场买布，听几个农资店的老板念叨，说最近又有人传咱们的找肥不干净，
赵天虎都进去了，怎么还有人瞎传？都是以前跟着他混的小喽啰，蹦跶不了多久。我安排了现场进种实验，肥效好不好，当场就能见分晓。谣言不攻自破。那你多留心，展销会上人杂，别让人钻了空子。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等展销会办完，咱们就去市里看依然，给他带你做的酱菜和新衬衣。主体架子都搭完了，肥效对比图下午就能贴上墙，进种试验的玻璃缸也备好了，明天一开馆，保准进门就能看见咱们的展位。好，再把咱们东西都盯紧，尤其是成品样品罐，别离人，保不齐有人想趁展会上人多眼杂搞小动作。放心吧，杨总，我安排了俩人专门守样品，半步都不挪位。看的也太严了，俩工人盯在那儿，根本凑不上去啊！急什么？马上就到饭点了，在人最少的时候动手。你去侧边故意碰翻人家的货，引开那俩工人的注意力。我趁机溜到展架后的换样品，速战速决，没人能逮着咱们。能行吗？万一被抓了，咱们也得跟虎哥一样进去蹲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就这点胆子还想赚钱？展馆这么大，人这么杂，换完咱们混进人流就走，谁能认出咱们？哎，你走路看着点啊！对不住，没留神脚下。住手！光天化日想干什么？我走错地方，走错地方！专门揣着假化肥，走错到我们展位后头来换样品。说吧，谁指使你们来的？赵天虎都进去了，你们还不死心？什么赵天虎？我不认识，我就是看见你们的化肥，好奇想要看看而已。好奇，专门带着劣质化肥来别人展位，摆明了是想偷换我们的样品，让我们在展销会上坏名声。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直接送派出所去，让警察好好审审。别，我说，都是黄毛让我干的。他说把你们样品换了，就能把客户抢回去，还能给虎哥报仇。我就是跟着搭把手，我啥也没干成啊！你个废物，闭嘴！看来赵天虎的教训还没吃够。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，那就去派出所跟警察说清楚。还好你提前让我们留了心眼儿，故意留了个空子引他们上钩，不然真让他们得逞，明天开展咱们可就被动了。跳梁小丑罢了，把所有样品再逐一检查一遍。下午把试验用具、宣传资料全部给妥当。明天展销会正式开始，咱们好好亮个相。王老板，咱们这批凿肥要是定50袋，能不能按之前谈的代销价走？还有年后开春用肥旺季，供货能不能跟上？别到时候农户挤着要货，我们拿不出来砸招牌。王哥，我是东港镇的，听邻村农户说你们家肥养地效果好，板结地都能泡松，我先订20袋试试。要是真有说的那效果，往后我们镇10几个村全从你这儿拿。二位放心，价格按说好的来，1分不涨。车间已经在扩产能了，开春保准供得上。肥效更不用愁，东洼村张老根30亩地都在用，你们随时能去地下筹。杨厂长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这3天就属你家展位人最多，光我筹建签的长期代销合同就有10几份，这下全县的农资市场，你们淑兴算是坐稳头一把交椅了。哪里，都是乡亲们抬爱，我们也是靠实打实的肥效说话，往后还得靠各位同行多帮衬。行，就按这数定了。王厂长你放心，回去我就给各村代销点铺货，你们肥效过硬，销路肯定差不了。等开春用肥高峰，我再来补单，到时候可得给我留做货。杨总，算完了，3天一共签下13个乡镇的长期代销点，加上散户预订，订单量比全县第2名多出1倍还多。这下咱们寿兴是实打实成了县城头1号的化肥厂了，名气打出去了，担子也更重了。回去通知车间，产能提上去的同时，质检标准半分不能降。农户信得过咱们，咱们就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。放心吧，杨总，我回去就盯紧车间，保证每一袋肥都达标。等开春用肥旺季一到，咱们顺势往邻县铺，路子只会越走越宽。浅云裁缝铺正式开业了，恭喜啊，苏老板！
祝你生意兴隆。浅云啊，你这手艺真没得说，上次给我家丫头做的嫁衣，全村都夸好看。这下开了铺子，以后做衣裳可就方便了。大伙儿客气了，你们要是信得过我，以后做衣裳尽管来。新店开张头1个月，全都给大伙儿算实惠价。好，那我们以后都来找你做衣服。以前就想着能有间自己的小铺子，不用风吹日晒赶集摆摊儿，没想到真实现了。你手艺人好，生意肯定差不了。以后就专心做你的衣裳，家里和厂子的事儿都有我，不用你操心。等攒钱，我再收2个小徒弟，把铺子再扩一扩，也能多帮你分担点儿。好，我等着咱们浅云裁缝铺开分店的那天。爸妈，饺子蘸醋都备好了，快坐下吃饭吧。慢点跑，小心烫。在学校吃了半学期食堂，回来可劲儿吃，多吃点补补。学校食堂哪有妈做的好吃？对了爸，我听我妈说，咱们家化肥厂现在成县城第1了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厂子是小事儿，你学业才是大事儿。这学期成绩怎么样？有不懂的就多问老师，别舍不得花钱。放心吧爸，我期末考了专业第3，还拿了奖学金呢。等毕业我就回来帮你管厂子，帮我妈看铺子，咱们一家人一起干。傻丫头，好好读你的书就行，家里不用你操心。这1年不容易，好在都熬过来了，往后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咱们一家人踏踏实实的，比什么都强。一家人在一起比啥都强。